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道指呢在这轮行情上始终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那么上涨的原动力呢，源自于6月2日的这根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所处在这个位置上的调整，三根 K 线啊，一阴两阳都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上方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多头的一个预期。同时呢，目前这个位置34000点附近啊，这个位置上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峰定律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容易不断创出新高。所以呢，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一个多头的行情。但是我们回头来看比特币，恰恰相反的是啊，在6月5日的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来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快速反弹之后，目前的 K 线范围始终处在一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并且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11440均线在25321美金附近啊出现啊，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支撑，但这个位置支撑在悟空阴线出现之后，是有一个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下方在22000美金附近才有更大时间级别的周期。更大时间级别的支撑，这条支撑线呢，源自于22年9月份啊，这里22000美金才有一个支撑。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有预期走出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目前对于比特币是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处在一个非常完整的下跌趋势当中。那么今天出现了微弱的反弹，仅仅是跟随美股出现的反弹。如果美股出现虽然美股有快速上涨预期，但是如果美股出现调整，比特币势必宣泄而下啊！因为美股涨，比特币是微涨；美股微跌的话，比特币大跌；美股大跌的话，比特币暴跌。目前美股几乎是和比特币出现了一个相对的背离趋势，在这个背离趋势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就可以看明白啊。目前在4月17日走出悟空阴线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悟空 K 线的干扰性 K 线，在干扰性 K 线后面的这周啊，也就是本周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八戒阴线，八戒阴线后面有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在日线和周线下跌预期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比特币的目标点位看到22000美金附近。那么22000美金附近是有一定支撑的啊，因此呢，在大的时间周期上和大的一个趋势上，比特币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阶段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 K 线系统50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出现了上涨，但是以太坊本身对于 USDT 来说，它只是出现了缓跌于比特币的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以太坊走出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组的势力范围，下方呢有一个169日均线支撑，但是下方可能会走出唐僧阴线，目标点位呢是在165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如果最终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目标点位要调整到1500美金附近。1500美金附近呢是上轮行情在1到3月份箱体结构的底边线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支撑，因此无论对于以太坊还是比特币来说，目前都处在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状态当中，都是一个空头趋势。那么我们看到BNB 正处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近焦点区域还不算完，目前它是一个焦点位附近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由于吸引力的作用，非常容易把价格打下来。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 BNB 的调整，从691美金高点至今呢，已经调整了2年。在2年当中，周线级别还是日线级别上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本轮行情这个收敛三角形在焦点位正在发生由黑洞焦点的黑洞引发的下跌行情。同时呢，这里面也有消息面上的利空。这个消息面的利空呢，就是 SEC 起诉了币安平台。那么本轮行情对于 BNB 来说，正在进行的是从47美金到35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的一个回补过程。这个回补过程呢，目前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对这个区域进行回补，因为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已经进入到23年6月份，我们认为4到6月份是一个下跌的趋势，逐渐找寻底部的一个行情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样的
的一个结构当中，并且伴随 SEC 起诉币安的一个利空的出现，这个位置上就容易把前面行情当中快速拉升啊。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涨息油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那么周线级别下跌息油很快可能会出现。对于 BNB， 我们给出目标点位啊，大概率会在$100附近出现。这个位置呢，在前面行情当中曾经形成过一个筹码密集区，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停止它的回补动作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行情当中大部分的缺口都会回补，但有的时候回补并不一定完整的进行下去啊。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我们认为到达$100基本上是这轮行情调整到位的一个点位。同时呢，我们看到上方存在了一个底边线，这条底边线呢是在$230出现，跌破底边线，对于 BNB 来说，它将会有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这个黄金坑的位置，大家一定要重视。未来2年，这个黄金坑都将是一个底部区域，在这个底部区域形成的前后，就是我们多头和现货建厂的一个2年之内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未来的上涨都将会在这个底部区域当中，你有筹码的条件下才能够获利。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给出了3个条件，这3个条件呢是必要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呢是你要把握位置，第二个条件呢你要顺势而为的把握位置。那么底部区域出现之后，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甚至比趋势重要。把握这个位置之后，抓住趋势，最终呢在有仓位的条件下啊，会获得趋势上带给你的丰厚的利润。随着比特币和 BNB 的下跌呢，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啊，包括之前的 AMB、EDU 啊，刚上线币安平台的 EDU、INGO 啊，这些强势币种纷纷下杀。那么在这些币种的下杀过程当中，我们要抓住2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之前的强势币，像 INGO 的这种强势币跌破什么位置呢？跌破我们看到啊，类似 BNB 的这种底边线在$6.2以下方的时候啊，是一个对于强势币种的黄金坑，因为下方我们看到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第二种结构呢，就是类似 UNI 这种。UNI 和 FIL 都是这种结构啊，我们看到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底边线位置已经突破，目前处在一个坑里，这个坑呢是黄金坑的位置。同时呢，我们看到前面的低点$3.32，目前价格虽然距离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呢已经属于黄金坑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图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布局 UNI、FIL， 因为它是一个黄金坑已经到达。那么没有到达的强势币种要耐心等待啊，但是呢，可以有一定的观察仓啊。那么结构上来讲，很多币种都有一个类似性，但是呢，你的仓位啊不要打得太散，不要买的太多啊，抓住1-2个啊，你对它有一定认知，对它有一定信仰，认为它未来2年比如说 UNI 肯定会涨20倍以上啊，对于这种币种要做一定的布局。